Premiere Pro 是现在市场上最专业、功能最全的影片剪辑软体，也是最多 YouTuber 正在使用的影片剪辑软体。如果你也打算使用这款剪辑软体，那么看这部教程就对了。我会手把手的带你快速了解如何使用 Premiere Pro 去剪辑影片。还有 Grayson， 这频道主要是分享关于 YouTube 频道运营、流量变现以及网络圈的内容。我每周分享3部影片，需要记得订阅我频道。这里还特别准备了一份高效影片剪辑攻略，里面告诉你一些实用的方法还有技巧，去提升你影片剪辑的效率。你可以通过影片下方链接去免费领取。如果你还没有 Premiere Pro， 你可以通过影片下方的链接去进入到这个页面里面，你可以选择单独的去购买 Premiere Pro。如果你是想每个月都订阅的话，那么你可以按照这个按月订阅的计划，它的价格是$34.49一个月的，你可以随时取消。然后如果说你是想订阅1年的，但是你想按照每个月去支付的话，那么每一个月你需要支付$22.99。又或者是你想订阅年计划，并且是按照年支付的，那么这是一个最省钱的计划，也就是$263.88一年。如果说你既想使用 Premiere Pro， 还想使用 Adobe 家族的其他软体，比如说 Photoshop、Illustrator、Express 等等，那么我建议大家可以去使用这个 Creative Cloud 计划，它是最划算的计划，每个月只需要支付$59.99就可以了。现在我打开了 Premiere Pro 了，大家可以看到我这个是英文界面的。我也知道有很多人想要去使用中文的界面，所以我首先展示给大家如何把 Premiere Pro 英文的界面去转化成中文或者其他语言版本的界面。你首先需要打开一个文档，或者是创建一个新的文档都是可以的。比如这里面我打开了一个之前我的影片文档，如果想要去更改我的语言界面的话， Windows 电脑需要按住 Ctrl 加 F12， 如果是 Mac 电脑，你需要按住 Command 加 FN 加 F12。 这个时候就打开这个窗口，然后需要选择这个标志，选择这个 Debug Database View， 然后找到这个 Application Language， 这个时候它默认就是英文版本，它的代码是 EN 然后下划线 US。现在你只能更换成中文简体的版本，中文简体版本就是 ZH 下划线还有 CN， 然后我可以关闭这窗口。在我调整完语言界面，然后关闭了 Premiere Pro 之后，我重新打开，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我的界面就变成了中文版本了。这个是最开始的开始界面，在这界面上面你可以看到是比较简单的，在左边会有几个选项，新建项目或者打开已有的项目，底下就是主页还有学习。在主页上面 Premiere Pro 会展示给你他们最新推出的一些功能，然后底下就是最近的使用项，我可以选这个新建项目。这个时候我就进入到另外一个界面里面了。一般来说我们要设定一个项目名，然后选择项目的储存位置，然后右边会有一些导入设置，一般来说就选择这个创建新的序列，你可以给这序列去更改名字。接下来就可以选择这创建了。这里面我们进入到了 Premiere Pro 的编辑界面了，你可以看到这个界面是稍微有点复杂的。我想更改这个界面区域的展示，你可以选择这窗口，然后选择工作区，这里面你可以根据你的目的去切换成不一样的工作区，但是我建议大家就使用这个 Editing， 也就是编辑的工作区是最好的。这个窗口就是原项目窗口，这是一个影片的预览区，你可以预览影片，然后右边这个就是能够播放你正在编辑的影片，然后左边就资源区，你可以导入不同的资源素材，然后右边这边就时间轴，就是你主要编辑的区域，然后右边这边会有基本声音还有基本图形的选项。在 Premiere Pro 里面会有一些基本的图形模板，或者是你之前导入过的模板都会显在这里面。这个基本声音是你在编辑音频的时候是能够用到的，然后这里面会提供给你一些音频的素材，而这些工作区域你是能够调整它们的位置大小的。如果说我想把剪辑区去调小一些，我可以把鼠标移动到这个交界的地方，你可以看到我的鼠标就变成了这样的标志，然后可以把它往下移，你就可以看到我的编辑区就变小了，我这个影片的预览区就变大了。或者说我想把原项目区去扩大，我也可以把鼠标移动到这个交界处，当它变成这样的标志的时候，我就往右扩，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它这个区域就变大了。所以 Premiere Pro 是非常容易去调节不同的工作区的界面的。接下来可以导入素材了，导入素材有很多种方式，其中一个方式就是双击这个界面，这时就跳出一个窗口，我可以选择影片素材，比如说可以选择这个影片素材，然后选择导入，这个时候就导入了这段影片素材了。又或者是我可以直接拖动，比如说我想导入这2段素材，我可以直接拖入到这边，就可以看到我就导入了这2个素材了。
接下来我们可以创建一个时间轴了。所谓的时间轴就是你可以在这里面去进行剪辑，加入不同的元素，最终组合成一部完整的影片。那么想要在 Premiere Pro 里面去创建一个时间线的话，有个很快的方式就是我可以直接拖入到这时间线里面。这时候你可以看到我就创建一个时间线了，然后这时间线的设置是和我这素材的设置是完全一样的。我想知道这个时间线的设置，你可以选择序列，然后选择序列设置，这里面就会告诉你这个视频的帧大小，它是3840像素乘以2160像素的，是16:9的格式，然后时机是23.976帧每秒。你也可以在这里面去对它进行修改。接下来就展示给大家如何对你的素材进行粗剪。粗剪是你剪辑影片的第一个步骤，也就是把你影片素材里面你不需要的部分、错误的部分都删除掉。在 Premiere Pro 里面进行剪辑有不同的方式，比如说在开始的时候，我这前半部分我都是不需要的，所以可以选择这个素材，然后拖动它的头部往右移。这时候你可以看到前面的那段素材就被我去除掉了，然后结尾的这一段也是一样。这之后我就录制完了，没有继续说话了。我可以拖动它的尾部，然后往前移。这时候你可以看到尾部的那一段没有用的部分也被我去除掉了，而中间这一段部分你有看到我是在看我的脚本的，所以我没有说话，我需要删除掉这部分。那么就可以按住键盘上面的 C 键，在这边做一个切割点，你就可以看到刚才一段的素材就变成2段了，然后这一段的素材也是需要做一个切割点的，还是按住 C 键，你就可以看到现在就创建一个分割点了。我就可以把这一段素材去删除掉，然后中间有个空白区域，我可以选择一下，然后再按住 Delete， 你就可以看到后面的这一段部分就往前挪了。这里我推荐大家一个更有效的方式，比如说这里面你可以看到又是一段空白部分，我还是可以按住键盘上面的 C 键，在这边做个切割点，然后在这里面的时候我开始说话了，我可以按住键盘上面的 Q 键，就可以看到不仅是我把刚才那一段空白部分删除掉了，同时后面的素材是往前挪动的，这样就节省了一个步骤。或者是你可以看到这一段部分我是没有说话的，我可以在这个部分去创建一个切割点，然后把时间轴往前移。这个时候这后面的这一段部分我是不需要的，我也可以按住键盘上面的 W 键，这时候你可以看到后面那段部分就被删除掉了，并且后面的素材是往前挪动的。这个方式就叫做波纹剪辑，是在我初剪阶段常规的操作，会大大提高你初剪的效率。然后就可以按照这样的方式去对我的影片素材进行初剪，去删除掉没有用的部分、错误的部分。现在就完成了初剪了。我想扩展这个时间轴，去看到更多每个片段里面它的细节，比如说它的音轨波纹，你就可以按住键盘上面的加号，就能够看到，我就能够更详细的去看到音轨的波纹了。或者是你想把它变小，就可以按住键盘上面的减号，那么时间轴的片段就缩小了。在你剪辑的时候，如果你发现你做错了一个步骤，你想回到上一步，比如说我删除掉这个部分，然后我后悔了，我想要把它变回来，我就可以按住键盘上面的 Command 或者 Ctrl 加 Z， 你就可以看到我刚才的素材就恢复出来了。这个快捷键就是恢复到上一步。同时在我们剪辑的时候一定要记住经常的进行保存，保存的快捷键就是 Command 或者 Ctrl 加 S， 你就能够保存这项目了。在我们初剪完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开始丰富影片了。你可以对每个片段进行单独的编辑，比如说可以把它进行扩大缩小。通常在我强调个信息的时候，我会让这个画面进行扩大。比如说这个画面我想让它变大，我可以选这个画面，这里面选择缩放，比如说把它变成110，就可以看到我这画面就变大了。这个是我正常的大小，这个就是变大的效果，有一种强调的感觉。或者是我们可以在影片里面去加入 B 肉，比如说可以选择在这个位置去加入一段 B 肉。B 肉素材我可以直接拖入，这时候你可以看到我就拖入一段 B 肉素材了。我可以调整它的缩放，去把它变大，覆盖掉我这画面。这里面再介绍一下 Premiere Pro 里面的轨道设置。你首先可以看到这里面会有不同的轨道，然后你可以看到会有 V1、V2、V3，V 就代表 Video， 就代表这视频轨道，然后也可以看到 A1、A2、A3，A 就代表 Audio， 就代表这个是音频轨道。你可以选择锁住这轨道，那么这轨道上面的素材你是没有办法去进行任何的操作的。又或者是你可以选择隐藏这轨道，你就可以看到即使我这轨道上面有素材，但是因为我隐藏这轨道了，所以这轨道上面的素材是展示不出来的。
然后你又可以看到，当我把这时间轴移动到这里面的时候，即使我这轨道上面是有素材的，但是它只会展示给我这个轨道上面的影片。原因就是在这个时间点上面 VR 轨道的素材并没有在这个时间点会有出现，所以是不会展示出这轨道上面内容的。但是当我把时间轴移动到这里面的时候，你就可以看到，因为这轨道上面是已经有素材的，所以就会展示出 VR 轨道这上面的素材。然后底下的音频轨道也是一样，能够锁定这个轨道，或者是静音这个轨道，或者是单独演奏这个轨道，又或者是你可以在这个轨道上面去进行画外音录制。你可以看到我这个 B-roll 素材，它的素材是非常长的。很多时候我们使用 B-roll 素材并不是想要使用整段的素材的，是想要选取其中的一段。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选择在这边进行剪辑，又或者是另外一个方法，我可以首先删除掉这 B-roll 素材，我可以双击这个 B-roll 素材，在这里面我可以选择其中一段，我可以挪动这时间轴，比如说在这面我想做个起点，然后可以按住键盘上面的 I 键，然后挪动这时间轴，比如说挪到这里面，这个是我的结束时间，我可以按住 O 键，也就是出点。这个时候我只选取了这个位置到这个位置的素材。然后这里面大家需要注意，有很多素材是既有视频又有音频的。那么假如说你只想使用这个 B-roll 素材它的视频，你就可以选择这个选项仅拖动视频。又或者是你只想使用音频的话，你可以选这个选项仅拖动音频。如果说你两项都要用，你可以直接拖录，因为我这素材里面它是没有音频的，所以就不会展示出音频的轨道。假如说你素材里面又有视频又有音频，你就可以看到，如果你是直接拖录的话，是既有视频又有音频的。这样我就拖录了刚才那个我选取好的 B-roll 素材片段。还是一样，我选择效果控键，调整它大小。这个时候我也可以把它进行旋转，你可以看到我就旋转这个素材，然后在播放的时候，你可以看到就展示出这个 B-roll 画面了，能够更加好的去丰富我画面。现在在这 B-roll 上面，我也是能够加入文字的，我可以选这个 T 的选项，这个就是文字工具，然后选这个画面，就能看到会有一个这样的标志，我就可以在这上面去导入文字了。然后你可以看到又创建一个图层了，这是图形的图层。这个时候我就加入文字了，但是由于它是白色的，并不是非常清楚，所以来到效果控件里面，选择文本，然后选这个选项进行打开，这里面我选择原文本选项，首先需要选择填充颜色，这里面把它改成红色，就可以看到我这文字变红色了，然后可以在这边调整它大小。我们也是能够在这边去随意挪动位置的，这里面可以更改文字的字形，比如说可以选这字形，然后可以调节它的粗细程度，把它变得更粗一点，或者你可以给文字加入个描边，比如说加入一个白色的描边，然后把它变得更粗一些。这时候可以看到我这红色的文字就有个白色描边了，或者给它加入个背景，这里面就有个背景了，可以把它变扩大一些，也可以给它加入个阴影，调节阴影的长度，调节阴影的距离，就可以看到我这文字既有背景又有阴影了。然后可以选择文字出现的时间，覆盖这整个 B-roll， 这样就可以看到随着我 B-roll 出现，然后又会有文字的出现，和它是同样时间的。如果想保留这个文字的样式，你可以来到右边基本图形编辑，然后可以选择这个样式，这里面选择创建样式，就能保留这样子的文字样式了。然后在这上面也有更多的选项，你可以选择对齐文字，比如说把它居中，这个是左右居中，然后这个是上下居中，就能够让你文字有个对齐形式了。然后这里面可以调整文字的透明程度，你的文字就有个透明度了。所以在右边会有更多的文字选项，然后在你的画面里面也是能够加入图片的，比如说这里面我有个图片，我可以拖入到这画面上面，然后调整它时间，也是能够对它进行放大或者缩小的，缩小到一个合适的位置，也可以对它进行旋转，你可以看到我就旋转了，然后调整它缩放。这里我可以给这图片去进行一个关键帧变化，所谓的关键帧就是你可以引导 Premiere Pro 去从一个点去运动到另外一个点，你可以给它做出一个不同变化，比如说在这个时间里面，我可以让 Premiere Pro 去把这图片慢慢的扩大，所以在这里面我选这张图片，然后我选择缩放，这里面我可以选择这个标志，你就可以看到我就创建一个关键帧的点，然后需要挪动这时间轴，挪动到这结尾上面，我需要让这运动是慢慢变大的，我就把图片扩大，这时候你可以看到 Premiere Pro 就自动创建一个新的关键帧。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效果，
就可以看到我这张图片是在慢慢变大的。所以使用关键帧，你可以做出很多简单的动画效果。接下来给大家展示如何在 Premiere Pro 去加入一个转场的效果。所以转场就是一个画面过渡到另外一个画面它的一种效果。这里面你可以看到我有2个画面，但是你可以看到它的过渡是非常生硬的，所以我可以加入一个过渡转场。想要加入转场，需要来左边去选择效果选项，然后选这个视频过渡。这里我可以选龙剪，通常来说最多人使用就是交叉龙剪。我可以挪动它，去到这2个画面的中间。像我加入一个交叉龙剪的转场了，可以来看下效果，你就可以看到就有一个交叉龙剪的效果了。然后对于这个转场，你可以调节它的长度。如果说刚才这交叉龙剪的过渡时间比较长，想把它缩短一些，你可以选择这个交叉龙剪转场。选择完之后，把你的鼠标移动到这左边，你可以看到你的鼠标会变成这样的标志，然后可以往右移。这个时候，它的交叉龙剪的时间就缩短了，它的长度就代表着它时间的快慢。我们可以再看一下，就可以看到这个过渡就快很多了。或者是你想要变更慢一些，还是一样，选择之后，你的鼠标移动到左边，然后往左移，这时候把它变更长一些，就代表这过渡是比较慢的。然后来看效果，就可以看到这过渡是偏慢的了。如果说你想对单独的素材进行调速也是可以的，比如说想把这素材去变得更快一些，我们先来看一下原本的素材它的速度怎么样的，它是这样的速度，然后可以右击，然后选择速度持续时间。这里面原本的速度它就是100%的，就想把这速度变更快一些，比如说变成300%，这时候你可以看到我这素材它的片段它的持续时间就缩短了，因为它本身的速度变快了。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加速后的效果，就可以看到很快了。在左边效果选项底下，不仅会有过渡效果，还是有很多影片的视频效果或者音频效果的。比如说我在这搜索栏上面去输入模糊，这里面就会有模糊的效果，我可以选择这个高斯模糊，比如说挪动到这素材上面，然后选择左上角的效果空间，这时候你可以看到这个素材上面就有一个高斯模糊的效果，然后可以调节它模糊度，把它变大一些，你就可以看到我这素材就有一个模糊的效果了。我想去掉这个效果，你可以选择高斯模糊效果，然后按住 Delete， 就可以把这效果删除掉了。下面说一下如何去加入音频。我们很多时候都会在影片里面去加入音乐，所以我建议大家可以去使用阿丽丝的平台，它的音乐，它里面的音乐非常多，并且都是能够让你去进行无版权商用的。你可以通过影片下方链接去获得额外的2个月的试用期。这里面我导入一段阿丽丝的音乐，我可以把它拖入到这里面，就可以看到在我的第2个音频轨道里面就出现了这段音乐。我想更清晰的去看到我音频的波纹，我可以把鼠标移动到这里面，我的鼠标会变成这样的标志，然后往下拖，就可以看到更加详细的音频轨道波纹了。如果想调节音频的音量，在左上角效果空间里面就可以看到会有一个音频音量的选择，这里面你可以选级别，往左移就调低，往右移就调高，或者另外一种形式就是你可以来到你的时间轴上面，这里面找到你音频轨道，然后把你鼠标移动到这中线里面，就可以看到会有个这样的标志。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调节音量的大小了，往上拖就调高，往下拖就调低，这也是一个非常方便的功能。在你进行音频调节的时候，很多时候我们会对音乐进行一个淡入淡出的效果。所谓淡入就是你可以让你音乐缓缓的进入成正常的音量，淡出就是你可以让你音乐慢慢的消失。比如说在开头的时候，我想让我的音乐慢慢的进入，我可以按住键盘上面的 Command 或者是 Control， 这时候你可以看到我的鼠标有个加号的标志了，在这个起始点我点击一下，你就可以看到创建一个点了，然后再往右移，在这个点的时候我再创建一个点，这时候你可以看到会有2个点了。为了达到一个音乐缓慢进入的效果，我需要把这个点的音量去调低，比如说调节成0，这个时候就代表着我这首音乐的音量是从0慢慢恢复成正常的音量的。我们可以来听一下，就可以看到会有一个缓慢进入的效果，然后结尾的时候也是能够做出一个缓慢淡出的效果的。还是一样，按住 Command 或者 Control， 当鼠标这上面有个加号的标志的时候，就可以创建个点，然后结尾的时候也是一样，创建个点，然后把结尾的音量去调成0，就有个淡出的效果了。然后来听一下，这时候有一个音乐淡出的效果。
在我们剪辑影片的时候，也是需要对我们的画面进行调色的。如果你需要调色，你是可以对单独的每一个素材影片进行调色的。但是我更建议大家在调节颜色之前，先去创建一个调整图层。你可以来到左下角选择新建项，这里面可以创建一个调整图层，然后就可以把它挪动到这时间轴上面了，然后覆盖我整个影片。所谓调整图层的好处就是，你能够把所有的颜色调整都运用到这图层上面，不会影响到原本的素材。然后需要进入到我的颜色调整界面，我选择这个选项工作区，然后选择颜色，这时候我就可以开始去调整颜色了。颜色调整没有个固定的规则，就是根据你每个画面去进行调整。我选择基本校正，在 Premiere Pro 里面是本身会有一些颜色预设的，称之为 LUT， 这里面会有很多不同的颜色预设。比如说选了这个颜色预设，就会出现这样的颜色效果，或者是你可以购买其他人的 LUT， 然后去加入到 Premiere Pro 里面。一般来说，我们是可以自己调整的。通常我会调整一下颜色的色温，比如把颜色的色温调淡一点，调得更冷一些，然后调节饱和度，饱和度增加一些，然后加入一些曝光，让我的画面更亮一些，然后加入一些高光，再把画面提亮。这时候就基本差不多了。然后底下还有一些创意选项，比如说可以调节一些颜色等等，这里面会有更多颜色预设的效果。比如说可以选择这个效果，就可以看到我这画面就偏粉一些了。底下还有更多数值调整，你也可以调节曲线，调节色轮，还有更多辅助的工具去让你调节颜色。如果是新手，就调节基本校正就可以了。这是我调整之后画面的颜色，然后可以隐藏这个轨道。这个是我调节之前的颜色。你可以看到是会有很大区别的。使用调节图层的好处就是，如果我之后改变主意了，我并不想要使用这样的颜色设置，我想使用另外一个颜色调整，我就可以删除掉这图层，或者是隐藏这图层，这样是能够保证我的灵活度的。在你剪辑完之后，就可以选导出了。你可以选择这个导出选项，这边也可以给影片去加入一个文件名，然后选择导出的位置。预设的话，我都选择这个 Match Source， 这会让 Premiere Pro 根据你的素材进行最高的匹配。然后格式是 H.264， 其他音频选项、视频选项都不需要调整。在左边你是可以选择是否要直接去发布到这些社交媒体上面的，比如说 Facebook、TikTok、Vimeo、X、YouTube 上面，或者是你可以直接选择导出。在底下可以展示出你这部影片一些参数，比如说影片来源的数据、输出的设置等等。所有的完成之后就可以选择导出了。现在你学会了如何去使用 Premiere Pro 去剪辑影片了。如果想了解更多关于 Premiere Pro 的教学，你可以看这播放列表。如果觉得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，希望能这部影片点个赞，一定要记得订阅我频道，追踪我 IG， 能够和更多的互动。那么下期片再见，拜拜。